在你的印象里，公主是怎样的？金枝玉叶，骄纵奢华，爱情自由。我想告诉你一个冷酷的真相：如果把中国历史看作帝国模拟生存游戏，那公主这个角色是整个游戏里生存难度最高、被诅咒的最深，同时也是回报率最讽刺的顶级工具人。这是不是有点反直觉？天之骄女为何活得这样惨？其实只要切换到皇帝视角来看这场游戏，就会明白，公主从出生那一刻起，她的婚姻、人生，甚至她的生命就已经被标好价格。她们是帝国最昂贵的政治工具，这就是帝王之女的真实困境。如果将历史比作一条残影回廊，那些精美的宫廷剧不过是回廊里浮动的幻影，而我想带你看的是回廊尽头被隐藏的帝国游戏。我们先把时间拨回2000年前的汉朝，那时候西汉刚建立，北边的匈奴天天骑着马过来抢劫，打又打不过，怎么办？只能送女儿，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和亲。民间戏曲里唱和亲，公主们带着满车嫁妆风光出塞，然后感化异域君王，两人合演一段跨国恋情。但如果我们用现代生活经验来比喻，这叫跨国公司大老板把女儿只身一人下放到语言不通、没有网络、没有外卖，甚至连厕所都是露天的原始部落分公司，而且一去就是一辈子，永远不准调回总部。汉高祖刘邦本来想送亲生女儿鲁元公主去，吕后不同意，刘邦没有办法，只能在宫里随便找个宫女，封为公主送过去。这就开创了极其微妙的先例。在汉朝，公主这两个字有时候不是血缘，而是一个政治代号。汉武帝时期，解忧公主被送到西域乌孙国和亲，那里有个风俗叫收继婚，简单来说就是老国王死了，公主要再嫁新国王，如果新国王又死了，她还要嫁给下一个。这位解忧公主在西域待了半个世纪，先后嫁给3任国王。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汉代贵族女性要在异国他乡，像一件财产被父子兄弟轮流继承。和亲公主们给汉朝皇帝写信，得到的批复永远是顺从当地的习俗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对统治者来说，一个和亲公主抵得过10万铁骑，这就是皇帝的角度。换做普通人，心智早崩溃了。但解忧公主没有，她把地域婚姻经营成自己的生存职场。她在西域帮汉朝刺探情报，拉拢盟友，甚至谋划平乱和决策军事。50年后，当公主终于熬到汉宣帝下旨接她回长安养老的时候，已经是个70多岁的老奶奶了。这就是解忧公主用半生心血换来的最后一次归乡。这还不是最惨的，你以为留在京城的公主就安全吗？汉武帝最宠爱的女儿魏长公主，封地富可敌国。然而当巫蛊之祸爆发，皇权受到威胁时，老爹刘彻翻脸比翻书还快，直接清洗了整个魏氏家族。史书翻到这里便戛然而止，
留下一大片令人窒息的空白。后世演绎给公主编排腰斩的惨烈结局，仿佛唯有见血的刑场，才能填补正史对她命运的留白。可真实的历史或许更为荒凉，她早在那场席卷长安的血祸来临前，就已经静静消失在宫廷深处。生卒年月、最终归宿，全都没有资格被写进王朝的史册。皇权之下，连悲剧都可以是无声的。历史的残影回廊，从不给任何一位公主留后路。你以为这已是极致？不，这只是帝国游戏的开局而已。我们来到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最高、最自由的唐朝。这时候的公主是影视剧里常见的大女主角色，她们可以干涉朝政，拥有自己的府邸、军队，甚至可以公开包养男宠。这一切的底气都来自于唐朝的第一位公主李平阳。她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，李世民的姐姐。李渊起兵的时候，她在关中招兵买马，组建了一支几万人的娘子军，帮父亲打下半壁江山。今天山西的娘子关，就是因为公主曾在此驻守而得名。平阳公主死后，李渊破例用军礼安葬她，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因为有了平阳昭公主的榜样，再加上后来女皇武则天的崛起，唐朝公主们发现，原来女人也可以染指最高权力。最典型的两个人，就是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。太平公主是武则天最小的女儿，史书说她多权略，泪母。她一生卷入3次宫廷政变，2次扶持皇帝登基。在权力巅峰，朝廷有一半的大臣都是她的党羽。安乐公主是唐中宗最宠爱的女儿，被称为唐朝第一美女。她看着奶奶武则天当皇帝，便请求父亲立自己为皇太女。皇帝不答应怎么办？《资治通鉴》明文记载，景隆4年，安乐公主和她的母亲为皇后，在皇帝最爱吃的饼里下毒，中宗暴毙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唐朝公主手握大权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？仅仅不到1个月后，李隆基发动政变，杀入宫中。当时安乐公主正在梳妆，刀光一闪，人头落地。3年后，太平公主也满盘皆输，被赐死家中。唐朝公主的狂放，本质上是高风险的政治自卫。这也导致一个搞笑的历史奇观：当时长安的豪门贵族们最怕的就是皇帝赐婚让自己上公主。什么是上？意思是高攀。当时有个词叫娶同作坠，驸马地位低下，如同入赘。公主居主位，驸马依附公主府。晨昏请安，公婆行礼，完全颠覆民间伦理。更要命的是，娶了公主，全家就等于绑在了最危险的政治战车上，稍微走错一步就是满门抄斩。唐朝公主们的政治豪赌，在帝国游戏中以败局收场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残影回廊里最幽暗的一段。别担心，这次没有刀光剑影，只有无尽的寒夜和无声的叹息。
看过金庸小说《鹿鼎记》的朋友，一定对那个性格刁蛮、天天跟韦小宝打情骂俏的建宁公主印象深刻。但在真实历史中，她的人生完全是另一种剧本。皇太极第14女，顺治的妹妹，康熙的姑姑，这层尊贵身份未能成为护身符，反而将她推向了政治风暴的最核心。这位公主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落得丧夫丧子的下场？这一切，我们得从一场各怀鬼胎的大清人质案说起。满族公主大多远嫁蒙古，用联姻稳固北疆。她是清初少数下嫁汉族勋贵的皇家公主，对象正是平西王吴三桂长子吴应熊。婚礼规格极致奢华，朝堂铺天盖地宣扬皇家恩宠。但拨开面子看里子，这就是一笔政治交易。婚后，吴应熊常年滞留京城，看似荣宠，实则是清廷拿捏吴三桂，让他不敢轻举妄动的人质。外人看着是锦衣玉食、夫唱妇随，但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公主家在娘家皇室与夫家藩王之间，夫妻二人时刻恐惧政局动乱引来杀身之祸，这段婚姻怎么可能幸福？提心吊胆的日子在康熙12年画上句点。吴三桂于云南起兵造反，三藩之乱席卷南方，半壁江山。平定叛乱需要立威，皇帝决策不容亲情左右。皇权稳定远重于公主丧夫丧子之痛。她没有犯任何错，却要承担三藩之乱全部代价。叛乱平息后，表面上康熙皇帝给她优渥供养，真相是公主的一言一行都在朝廷监控之下。在夫家满门覆灭的阴影下，公主在孤寂中去世，丧葬按常例办理，无额外追谥与哀荣。你说那30年，她是活着还是一具行尸走肉？文学小说给建宁公主肆意快活的喜剧人生，可真实历史留给她一辈子身不由己的悲剧。拨开精美宫廷剧的粉红滤镜，再看看被困在残影回廊里公主们，她们手中的命运卡写着什么呢？感谢收看，下期继续。